如果说虎式坦克是二战陆地上的霸主，那在这台怪物面前，它连个玩具都算不上。它重达1350吨，一发炮弹就有7吨重。今天用 3D 动画带你拆解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陆地战舰——德国铁道炮。德国人为什么非要造这种只能在铁轨上跑的怪物？说白了，就是极度迷恋那种你看不到我，我却能一炮把你轰成渣的快感。早在第1次世界大战，他们造出的大名鼎鼎的巴黎大炮，就把炮弹直接干到了4万多米的高空，让远在100多公里外的敌人连开炮的人在哪都没摸清，头顶就炸开了花。德国人彻底尝到了这种躲在绝对安全区里单方面虐菜的甜头。到了2战，面对号称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德国人的火力狂想彻底走火入魔。既然野战炮砸不穿，那就把战列舰搬上陆地。他们直接把战列舰的主炮连根拔起，焊死在火车底盘上，打造出了终极的陆地分身。可是把战舰主炮硬塞到火车上，立刻就触发了一个极其搞笑的物理 bug—— 空间干涉。拿拥有33米超长炮管的 K12 铁道炮来说，为了把炮弹打得更远，炮口必须高高抬起，但这家伙的后坐力实在太过恐怖，一旦开火，巨大的炮尾会猛地向后下方倒退，哐当，直接就能把自己的底盘和铁轨砸个稀巴烂。怎么破？德国工程师给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暴力解法：液压抬升底盘。开炮前，底盘上的巨型液压杆同时发力，硬生生把几百吨重的整个炮架像举重一样凭空托起1米多高，给炮尾腾出后座空间。更变态的是炮管内部的微观较量。大家都知道，炮弹要飞得稳，是因为它在出膛前会高速旋转。怎么转？靠的就是膛线。简单来说，大炮的内壁并不是平滑的铁管，而是刻着一道道螺旋状的凹槽。整个33米长的巨型炮管本质上就是一个超大号的螺母。普通的炮弹怎么在里面转？开火瞬间，几千个大气压死死地把这圈软铜带强行碾进坚硬的螺旋形膛线里，让炮弹像拧螺丝一样旋转出膛。可一旦膛压过大，弹带会瞬间融化剥离，炮弹失去了抓地力，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打出去直接乱飞。既然软铜扛不住，德国人直接玩起了极致的工艺对位，研究出了一种花箭弹。首先，炮管是个现成的大螺母，他们干脆把炮弹本身切出了多道凸起的钢齿，把它变成了一颗巨大的螺丝钉。推入炮膛时，钢齿直接滑进原有的膛线凹槽里，丝滑的螺旋出膛。这就是超远程打击的真正底气。铁道炮最致命的弱点就是铁轨，一旦轨道被盟军飞机炸毁，这些巨兽就会沦为原地等死的废铁。为了让巨炮长出腿，德国工程师甚至提出了2战史上最疯狂的缝合脑洞。首先将整座铁道炮大卸8块，接着剥掉2辆虎式坦克的炮塔，将它们作为移动底盘。像这根33米长的炮管不再依赖铁轨，而是像一只巨大的钢铁蜈蚣骑在2辆虎式坦克上，在荒野中爬行。只有到了预定阵地，这些零件才会重新组装，变回那尊毁天灭地的杀神。但这个想法太过疯狂，一直停留在理论阶段。除了腿的问题，还有一个更尴尬的 bug： 铁道炮没有炮塔，它就像一个脖子打满石膏的狙击手，因为只能顺着轨道前后移动，射击角度被死死锁在了铁轨的延长线上，无法灵活射击。为了给巨炮安上脖子，天才的福格勒转盘应运而生。这套系统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完美复刻了圆规的原理，在动力的驱动下，整列火车会以车头的枢轴为圆心，拖着长长的机身，顺着圆形轨道缓缓平移。就这样，这个原本只能直线射击的钢铁直男，瞬间化身为可以360度无死角扫射的移动堡垒，无论敌人在哪个方向，都逃不掉被锁定的命运。如果说铁道炮是在铁轨上跑的大炮，那重达1350吨的古斯塔夫简直就是把一座钢铁厂搬到了战场上。这个怪兽的身影足以遮天蔽日，它高12米，长47米，单是那根巨大的800毫米口径炮管重量就超过了400吨。由于身躯过于庞大，它根本无法像普通列车那样整体运行，
必须拆成20几个巨型模块，才能运到前线组装。由于没有任何一条现成的铁路能承受它的重量，德国工兵必须在荒野里从头铺设2条完全平行的铁轨。注意，不是2根钢轨，是2条铁路，4根钢轨同时并排，然后火炮的左半边底盘沿一条轨道开进来，右半边底盘沿另一条轨道开进来，就像一艘双体船的2个船身在阵地上缓缓合拢。最后，几台专用的克虏伯巨型吊车同时作业，把炮管凌空吊起，精准地落在2个底盘之间的炮架上。整个组装过程耗时将近1个月。换句话说，光是把这尊神像请上祭坛，就已经是一项浩大的土木工程。而古斯塔夫追求的是纯粹的质量降维打击。他发射的高爆弹重 4.8 吨，相当于把一头成年非洲象直接扔到48公里外。穿甲弹更是重达 7.1 吨，重量等同于一辆轻型坦克。它从炮口喷射而出的瞬间，初速就达到每秒720米，超过音速的2倍，足以砸穿当时世界上任何坚固的堡垒。但这种毁天灭地的威力背后，背负的却是令人绝望的后勤灾难。为了让它开火，不仅要提前数月进行施工，铺设4条钢轨，动用的劳工和工程师超过2500人，光是负责推炮弹和擦炮管的装填手就有500人，外围更是布满了高射炮兵和宪兵队。伺候这尊神像需要整整3台重型火车头和71节车厢，弹药车、发电机、宿营车、移动厨房组成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钢铁长龙。这种极度臃肿的编制背后是荒谬到极点的经济账。这头巨兽的造价高达700万帝国马克，足足能换25辆满配的虎式坦克。极端的成本让弹药都成了不可触碰的奢侈品。整个1941到1942年，德国军工厂居然只造了几十发800毫米口径的炮弹，连弹药都无法量产，彻底证明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实战武器，而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高层巨物崇拜的吞金黑洞。为了掩盖铁道炮实战效能低下的尴尬，德国工程师甚至做出了滑稽的技术挣扎。他们研发了佩内明德践行弹，射程高达150公里，但重量仅为136公斤。这等于你在猎枪里放了一根牙签，外面套上一圈塑料壳卡住，好不容易把这根牙签打到了150公里外，结果它携带的高爆装药只有可怜的25公斤。这相当于费了9牛2虎之力往敌人头上扔了一个大号的2踢脚。而真正杀死这些钢铁巨兽的是他们对铁路的绝对依赖。到了战争后期，盟军夺取了制空权，美军的轰炸机不需要去硬刚几百吨的厚重装甲，只需要把前后的铁路桥或者道岔炸断。一旦铁轨断裂，这些需要4条铁轨伺候的陆地战舰瞬间变成了连动都动不了的瓮中之鳖。大多数铁道炮甚至不是在炮战中被毁的，而是像破铜烂铁一样在铁路吊车厂里被盟军直接俘获。当时一位叫冯布劳恩的年轻工程师意识到，火炮的口径和物理极限已经到头了，与其在铁路上死磕，不如将目光投向天空。于是大名鼎鼎的 V2 弹道导弹诞生了。这是一个纯粹的降维打击。铁道炮开火需要铺设4条铁轨，几千人伺候几个月，打出成本堪比超级跑车的昂贵炮弹。而 V2 导弹只需要1辆机动发射车开到森林空地，竖起火箭点火升空，几分钟后它就能带着约有1吨重的弹头打击270公里外的一个街区，射程是古斯塔夫的5倍，作战效率成倍增加，再也不需要铺设1寸铁轨。在 V2 导弹面前，那些在泥地里吭哧吭哧铺铁轨的巨炮瞬间成了一堆中看不中用的废铁。正是古斯塔夫这种极致的笨重与低效，彻底葬送了巨炮主义，却也在无意间为人类推开了导弹时代的真正大门。